可能是这一轮牛市最大的利好消息。对啊，真的挺好。看有这么大的利好，可能我也会慢一点。好，Hello，大家好，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那因为这个礼拜是香港的 Bitcoin Asia， 所以我今天现在人还在香港，然后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再来跟香港之前最大的 Crypto YouTuber。Desmond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好，因为香港一些政策的关系，他现在已经比较少在 YouTube 上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了。但他现在还是以个人投资人的身份很活跃在币圈。那我自己炒币啊，投一下项目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高兴刚好又有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有跟 Desmond 聊过一次嘛，那机会难得就可以再跟 Desmond 聊一下今天这礼拜的新闻，还有我刚跟他聊说，想要跟他拍这个周报的时候，他就想到好，那我要分享我现在持仓一个很大的一个 GameFi 项目。对啊。但我们最后再讲那个项目，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记得可以看到最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那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我问 Desmond 说，这个礼拜你最关注的新闻是什么？他说那应该就是 DWF 的那个。对啊，那今天呢肯定是 DWF 这个新闻，就是全个圈子啊都很轰动。就是因为这个 DWF 它有一个做事的原理嘛，然后就是做成很大的波动。对，基本上 DWF 如果大家不知道，它现在是币圈影响力最大的做市场之一。我觉得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加密生态的一个角色。我们是散户投资人嘛，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些机构投资人，大家知道有交易所作为中间的这个桥梁的角色，但其实在整个生态里面，做市商就是 market maker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假设说今天项目方上一个币，它上到币安上面，然后我们今天散户或者是机构去买，那很有可能如果只是这三方的话，市场可能会震荡的太大，所以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叫做做市商的角色，让如果市场上没有太多交易量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进来做一些挂单；如果有太大量的单方向的交易量的时候，他可能要去做反方向的来控制，稳定住这个市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它其实就是赚这个 bid ask spread， 就是这个 bid 跟这个 ask 之间的差价这样。对，所以它比较不像是一般交易人说，交易员是我们从这边买低买高卖，它比较像是就是都是很快的快进快出的一个角色。因为你这个代币如果没有流动性的话，就其实没有意思嘛。就是你散户的话也不会敢买这些小币嘛。比方说现在的 Solana 的池子是很多 meme 的代币吧，很多人可能都会挑一些池子比较大的一些去玩。所以流动性其实在这个币圈是很重要的，那就是 market maker 就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样。就是提供流动性的这个人。对，那 DWF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上有提到说，在币安的平台上 ，DWF Labs 的标签是 VIP9，就代表说他们自己每月的交易额，光是自己就40亿美元。然后在这个级别上，币安通常会提供交易费折扣，并且享有私人客服经理的服务，就是有这个。应该是付费率吧，就是他们平手去赚一个交易，可能他们还能刷到一些佣金。对，如果有人 take 他们的 order 的话。对，就是一般我们交易要付钱给币安，他们交易币安付钱给他们，类似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这个新闻就是这个礼拜根据就是有币安的内部人士透露，他说这个调查人员发现说 DWF 侧前操控币价，就是 DWF 在业界有一个名声，就是他关注跟参与的币往往都是 pump and dump 的那种类型。我有看过网络上有一些图，是讲一些做市商的图表是怎么样的 ，DWF 就可能是这样对，就挺搞笑的，大起大落的一个，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名声啦。那这边如果说调查出来说他真的有涉嫌价格操纵或甚至所谓的洗售交易的话，那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操控市场。但这个报告提交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在讨论嘛，因为在币安上，而且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做市商。那目前的情况就是币安的发言人是不认同他真的有做过这个市场操纵。因为币安现在也是优先在考虑合规的情况嘛，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监管架构，我们是会识别市场滥用行为并采取行动，不会为了平台的安全而偏袒个人的用户或者是个人的行为，无论它的规模有多大。然后除了币安的其他发言人出来讲，合一也有出来说，他说他们一直都有在做这个 market maker 的一个监控，而且非常严格，没有针对任何的基金。那我觉得这边最有趣的这个点是 market maker 之间是有竞争的，而且他说他们的手法是很阴暗的，买 PR 自辩，他默哀老子，就是合一怀疑说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是有 DWF 以外的竞争者去买这个新闻来去抹黑他们。
所以我觉得攻击他们这样。对，攻击他们，就其实币圈这些东西很多，你看到的新闻是怎么样，或者是你看到大家讨论出来的资讯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真的事情。尤其是像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常常看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华尔街日报，你在上面看到的币安的新闻，80%都是币安出问题。90%可能必然有犯罪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是真的了解 crypto， 你会知道说，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一个非常反对币安、非常比较偏美国的一个新闻的内容。那这边何也有提到这件事情说，他很感谢说 WSJ 很喜欢就是用币安的黑新闻让他们省了很多预算，但他发现一个现象是说，这些主流媒体的文章有些会走向情绪跟偏见的输出，而不再基于事实。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一般散户投资人来说，就是要随时留意的，就是这样，像这样的新闻，大家吃瓜会觉得很开心、很有趣。有很多正面和反面的声音嘛，有一些人就可能会说，因为币安要留住他们的 VIP 客户，然后就是有一些 VIP 部门的负责人就，因为之前他们有一些内部调查，就觉得 DWF Labs 是有这个市场操纵的行为，但这些人呢就被怀疑是一些敌对公司的一些 PR 请来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被解雇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但反正我们散户也不知道，就是那边里面的事情就我们都不太清楚，也不关我们事。对，就是但当中呢是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对，所以目前就还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在看这个币圈目前最大的一个新闻的消息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新闻，这个是渣打银行啊，他说美国财政风险和川普当选将会推动加密市场，比特币年底的目标是15万美元。好，这个是根据 CoinDesk 的报道，渣打银行本周出具的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财政主导地位跟政府的债务货币化的风险，投资者可能会寻求加密货币等替代资产。然后年底10月我们知道总统大选嘛，如果是共和党的川普当选，可能会对 crypto 有正面的影响，并且他们重申年底比特币他们的目标价是15万美元，2025的目标价是20万美元。这个消息你怎么看？这我是比较担心啊，因为每一次人家说比特币目标价是什么时候，我就会担心啊。怎么说？因为以前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牛市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都说会到10万吧，对，然后到6万多就已经跌下来了，所以我很担心大家是比较大的一些机构在讲这个事情啊。你觉得？但现在我是觉得还早了，6万多应该是还早。但可能减半后，因为一些矿工可能他想要排除掉一些竞争对手嘛，就有可能有一些矿机要关机这样，所以可能也是会有一个震荡期，就是没有这么快会有一个全面的牛市。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平常讲的一样，就是刚减半的时候，大矿工会想要去先淘汰一些竞争力比较弱的小矿工嘛。然后 Desmond 也提到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喊盘说喊到10万、20万、30万，其实你要对你要有一个 sense 是说，哇，他们现在需要出来讲这个。接盘。对，就是也必须要担心这个事情。但是呢，喊的价钱是什么样，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但是我觉得大致上我们能同意的一件事情是，共和党对于 crypto 的态度绝对是比民主党来得好。那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的拜登嘛，那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就直接在这里边有这个新闻哦，他说批 Joe Biden 不懂加密货币，川普表示自己很在行，并且他甚至打算接受加密货币捐款。这个是上个礼拜3哦，他在佛罗里达州他举办了这个川普 NFT 持有者的特别活动，就我们知道川普发行过，最近还有一些 meme coin 什么 Trump Repet 这样的。对，就这个消息一出，川普的迷因币也是直接大涨。然后他在上面这样说啊，由于对加密货币的敌意，现在 crypto 正在离开美国。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说，他们会阻止这样的情况，因为川普认为说，如果要接受加密货币的话，他会让加密货币留在美国。总之，大概8年前，川普之前当过总统嘛，在当时那一任任期的时候，其实他对加密货币是没有太多好话说的。他觉得加密货币是助长犯罪、助长洗钱等等的工具。但是很明显，现在时隔8年后，川普对 crypto 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民主党的这个拜登总统对加密货币一无所知啊，而且他还把矛头指向美国的证监会，就 SEC 的 Gary Gensler。他说 Gensler 非常反对他，民主党人非常反对他。而相反的是，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人支持他，尤其是共和党的。他甚至还提到这句话说：“如果你支持加密货币，你最好票投给川普。”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次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美国的经济都会比较好嘛，或者是他可能要做一些令到这个全民繁荣的情况出现。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下半年
这可能市况也会比较好一点。对，就总统的大选的行情，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们也说到烂了，就是川普今天说的这句话，除了我们是投资 crypto 的人可能会感到开心，因为川普可能现在是支持我们这一派的人，但其实反过来说，他作为一个他需要所有选票投给他，他才更有机会成为总统的这个人，其实他看到的事情跟他想的事情，其实是他如果说现在表态支持加密货币，会比他表态不支持加密货币 overall 的票会更多，所以这一点反而会是我自己觉得更 bullish 的一个情况。那真的是美国的加密货币已经是主流了。对。对，就说明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今天拜登的政权也这样子想，即使他最终还要给加密货币很大的一个限制，他至少在竞选的期间，或者是他未来的政策上，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更打压加密货币。这个是一种可能性啦，只不过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关注啊。尤其是这个新闻啊，美国现在众议院已经投票要废除对加密货币不友善的这个 SEC 会计规则，但是拜登依然是誓言否决。这个是美国在2022年发布过的一个加密货币托管跟认列的员工会计公告，就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是银行端，如果他今天要可以托管加密货币，对他在财务上跟财报上是非常的不利。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亏损要记，那你获利可能没办法记的概念。那现在以共和党为主的众议院已经决定要废除了这个规则。那美国现在是两院制嘛，他们的参议院还没有投，有人认为说参议院可能投票也会决定说要废除它，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总统大人拜登是说绝对会否决掉这个决议。也就是说，在拜登还在任的这个期间，这个决议应该是不会废掉的。也另一面就是表示了说，其实确实现在我们说，共和党如果说他对 crypto 很友善的话，民主党确实现在还是比较严格去监管加密货币的一个态度啦。但其实他不支持也是很正常嘛，其中他的年纪比较大，我感觉就是老一辈就是不太会接受加密货币的这个东西。其实 Joe Biden 73。70几岁了，他是近期年纪最大、最老的一个总统。对啊，就感觉他很难接受这么新的东西，就感觉这是虚拟的，都是假的，应该都是这样吧？哦，确实，我没有想过这个角度。那的确是一个比较年纪长的一个总统啊。有像巴菲特就是很反对啊，就是。但是巴菲特现在的态度有比较和缓一点。对，他之前也是非常反对的。他有买一些相关的企业，他没有直接买币吧？对，他要买 crypto 相关的股票。对，这个相信大家也都有了解到的。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矿器啊 ，Marathon Digital， 它被纳入了 S&P 的指数，股价大涨18%。我记得前1个月左右，有人在讨论说，如果说 MicroStrategy 如果再继续涨上去，有机会被列入 S&P 500。就是所谓的美国指数的那一档，就是列入 S&P 500，不只是说，对这个公司的一个，其实是间接的让很多被动投资的人，就是慢慢买大盘的人，就是都会投资这样公司。所以其实就是我看有很多想买 BTC 的人，可能他会直接去投这个 MicroStrategy 啊。对，因为他这个公司的就是一个狂人嘛，就是都会很去买比特币这样，所以看到比特币，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去买他的股票。没错，对。那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比特币最大的矿器啊 ，Marathon Digital 已经成功的纳入 S&P 的指数了，只不过不是 S&P 500哦，它的规模比较小，所以它是纳入 S&P 的 Small Cap 600。基本上也是S&P 它推出了一档这个指数啦，就是你可以看到从2011年到现在它的走势也是一路的上涨，可能所谓的标普600指数。基本上我们会担心微策略能不能够纳入这个标普500，可能就是他们的审核团队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风险还太高，所以虽然说你的市值已经是美国前500强，我们还是不能把你纳进去。那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说 S&P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挖矿的公司能够纳入他们自己的这个 S&P 600指数，其实也是间接的让我们可以去觉得，说不定微策略真的有一天也可以进入 S&P 500。which 可能是这一轮牛市最大的利好消息。对啊，真的挺好。看有这么大的利好，可能我也会慢一点。就是 sell the news 的概念，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好，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讲一个比较深的这个 Uniswap 谈好的代币分配的8大原则，不要积分，远离低流动性的代币。好，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关注的一个 crypto 的大佬，他是 Uniswap 的创办人叫 Hayden 他常常在推特上发表一些他对 DeFi 跟代币的一些想法。那他这边讲的就是近期他对代币发放的一些乱象。他讲出来了一个8个大重点，练新闻这边有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整理，我们这边简单带大家看过去一下。Hayden Adams 认为比较好的代币分配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你要发就直接发币，不要发积分。这我觉得是在从 Friendtech 开始，大家开始说，原来发积分可以这么疯魔，而且我还没有保证说可以发多少钱给人家。对，现在都已经是发积分了，像 Icon Layers 啊，像什么 Renzo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Solana 上面的，全都是发积分，然后就很多农夫被农了。对，就是他这边提的，不要农那些农夫。什么叫农那些农夫啊？
就是可能因为你去刷空投，其实也是要付手续费的嘛，你是有成本的嘛。因为你每一个交易都是在区块链上，你要付这个 gas fee， 那所以如果你不能 cover 掉就是成本，或者是你花了很多功夫弄了一大堆的账号，然后去弄的话，然后拿到的空投然后就很小的话就没有意思。或者是现在其实是有分早期跟一个晚期的概念吧，因为比方说一个项目可能它都会在有一个特定的 snapshot 的时期，在这个 snapshot 之前，如果你刷的话，或者是你有做一些交互的话，可能它就是分数的价值呢，就比你后期的一些积分的价值要高很多这样，所以就可能你最后冲进去的可能就是被农了。就是所谓的反撸嘛，对，就不要去反撸我们的，或者是你讲的这个规则跟你之后公布出来的就不太一样，或者是你说什么积分可能有空投，但最后可能空投根本不是看这个积分的，而是看你早一段时期有没有做过什么动作的，那就可能也会有一些老鼠仓的嫌疑了，对。就是我现在看到说，我现在可以撸这个积分，结果你公布答案的时候说，你现在撸的积分跟当初的撸的积分价值不一样。对，就其实还蛮坏的一个方式，所以 Adams 就是呼吁大家说不要农那些农夫，然后他也呼吁说这个首日应该就要实现真实的流动性，就有些时候他一开始发币只发一点点，那样子其实很多的币其实还在项目方会有这个价格操控的疑虑，避免用高代币的供应来提供单位偏见，因为很多的投资人你不喜欢以太币、比特币，是因为它一颗就要几千美元、几万美元，你喜欢投资那种0.0几的，但是事实上因为它的代币发行量太大，可能几十亿、几百亿颗。所以0.0几也最后可能堆出它的项目的虚高的市值。就是一般的 meme coin 的概念嘛，这样 PayPay 一开始也0.0000001这样。对，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可以买，然后一些后来新的项目，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模仿前面的成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泡沫产生。然后他认为说，你应该要慷慨的分配代币，就是代币要分给社群，然后你不要去透过行销代币价格，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做到一个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个新的项目，你是一个 crypto 创业家，做一个新的项目，某种意义上最容易让大家见到你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说你的币会涨。拉盘就是正义，拉盘就是正义，对。还有保持简单、跟深思熟虑、跟负责任做决策制定。我觉得 Adam 这一段话，他原则上他是在说给这些 crypto 创业家说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散户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一个点，就是代表我们可能想要去了解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我们参与，也可以看这几点。比方说他发币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的流动性都发出来，还是他的项目方囤了很多币？比方说他是真的发 token 给你，还是他是告诉你说这个是积分？那这个积分有没有分哪一个阶段的积分？你现在撸到的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反撸？等等的。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项目其实一上来的时候，它的估值就很高了嘛。比方说现在已经是几十亿的市值，那以后它再上涨的空间就会比较小嘛。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很多 VC 以很低的成本，可能是比你便宜10几倍或者是几十倍的价格，它已经进场了。对。那它有很长的这个解锁的时段，那它解锁的话，它已经涨了几十倍的话，它一定会卖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是现在这个牛市的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情况吧，就是很多项目可能一上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估值，那很多散户可能他已经不想接盘了。所以现在就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容易去玩了，就是以前可能你买一些代币，可能它只有几十个 million 的市值，那可能它就比较容易去涨10倍、20倍这样。但现在它一上来的估值就已经很高，所以就可能令到它散户要玩的话就会比较难。所以现在有人说现在是一个互不接盘的牛市这样。对，互不接盘的牛市。今天大家都厌倦了 VC pump and dump， 就是我感觉现在买就是买给买 VC 的那些很高价的币。对，所以这个现象确实是我觉得整个市场，包括我们自己散户投资人一定要留意的事情啦。但是呢 ，Hayden 这个文章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比方说，这个也是很资深的一个 DeFi 大佬是杨明道老师，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空投的时候，他发的不一定说一定要是 token， 他如果发 point， 它其实就是一个token 的衍生品的概念，就像是一个 call option with strike price， 就是选择权的一个概念。他指出说，这些新的项目，他们透过用这个积分的方式，比较能够跟现在已经早期存在着像 Uniswap 的大的项目去做竞争。那他给了一些新的小的项目有更大的自由度，并且不会被 TBL 的成本给控制太多。我觉得透过先发积分而非直接确定发代币的方式，确实给了很多想要好好做事的新的小的项目一个更有弹性的操作的方式。但同时，而且他们可以刷数据嘛，就是你公布了这个肯定很多人涌进来去刷积分。
对对对，而且它更容易让一个小的项目能够有更大的造势的效应，但是它同时也让一些它可能不是一个好好做事的项目，然后它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堆起太高的泡沫，然后导致最后可能用户或者早期的参与者也都不会得到他应该得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发积分算是一个规则上的创新。好的项目用这个创新可以更好的 bootstrap 他们要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作为散户，就是黑人要提醒我们的，作为散户你要小心，有一些发积分的项目，它最后他发的 token 可能远远不如你的想象，所以是两派的意见，好分享给大家。还有其实可以补充的是，现在这个积分其实已经能在一些交易所的 pre market 已经能交易到了，或者是在 Rails market， 像是哪些？好像 Bybit 有一些 pre market 吧，然后像 Rails market 你就可以直接交易这个积分，但是其实我观察到就是很多在上面交易的积分，可能它上线之后都是跌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我还是不要去接盘会比较好。了解。但是有这样子的衍生品市场，因为其实对啊，其实因为项目方也有人会说，可能一些项目方可能他会拉高这个积分的价值，因为可能不太多人会去出售这个积分嘛。那如果它的价格高的话，就可能更多人会去刷它的token，那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解，有心了解或者是你现在有手上有哪些积分的朋友，可以到你说那种 Whale Market。对，可以再了解一下。好，下一个这个很有趣啊 ，YouTube 现大量的诈骗留言 ，AMS 89K、AMS 59K 是什么？完整揭秘这个钓鱼手法。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说我们现在下面的留言区，其实常常就会有一些什么，就是提到这两个币的一些人啊，比方说什么哇，我在这里赚钱了，或者说提到这个真是明智的决定啊，等等。我发现不只是我的频道，就是基本上 Crypto 很多的 YouTube 频道下面就一直留这些。那洞区的这位研究员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去走了一段他们的流程哦，就如果你去看这个 AMS 多少 K 的东西，你会进入到一些网站等等的。那甚至比较危险的是，像 Virtual Bacon 是我很喜欢看的一个美国的 YouTuber。那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他的这种假账号啊，就是假的他的 YouTube 号，假的他的 YouTube 号，可能就会推这些类似的东西。所以并不是 Virtual Bacon 去诈骗你，或者他被盗，而且这是假的 Virtual Bacon。就我相信很多的 Crypto KOL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你去点击他这个币的预售或什么之类的，他这边说他会进到一个类似 Amazon 的一个网页 ，Amazon Crypto。你就可以在这边买到它的一个什么什么币，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帮你导入一些无论是钓鱼网站或者诈骗网站，让你把钱转进去之后，你什么都拿不到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非常非常小心。就底下留言区的一些留言，不要觉得说它按赞数很多，它回应数很多就可能是真实的，那有可能是洗出来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真的要挺小心的。对，而且就是像 Twitter 其实很多这种的，就是一些官方账号啊，可能在下面就很多这是诈骗的留言。对，超多。进这个 Telegram 或者是 Discord 的群组，可能有一些官方的人员去教你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在群组里面问了一些问题，然后突然有人 PM 你，对，然后他就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就被骗了。对，所以这种一定要超级小心，就是你尤其在社群有人私讯你的话，那种诈骗几率很高，就通常不会有真正官方的人私讯你解决问题啊。就他自己的事情就很忙啊，怎么有空管理啊？然后像我这个，只有我没看到这里面哪里有提到 AMS 99T 跟 FTT， 就是类似这样。这个我把它其他的都删掉了，所以大家现在可能之前的影片可能不会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这支影片下面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去回应一下说，哇，几分几秒，老哥的事啊，几分几秒真的提到你了，所以就蛮有趣的。好，本周前瞻的部分，这礼拜的前瞻很多首先是这个叫做 Notcoin 的币，它同时上了 OKX 的 Jumpstart， 以及币安的 Launchpool。这个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很熟悉这个模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OKX 的 KYC 的号，是不是香港人不能参与啊？不能参与啊，当然，香港人都不能赚钱。如果您都赚了所有的钱。如果您居住在香港，请透过你的账户查看香港的服务啊，香港没有这个服务，不好意思对，但总之，如果你是台湾或者是非香港、非大陆、非韩国的观众的话，香港连开户都不能啊。对，你就可以在 OK 上面，它是囤 TON 这个币 ，OK， 囤入 TON 币，你就可以挖这个 Not。TON 倒过来就 NOT， 对，倒过来就是啊，所以它就是它的 meme coin 啊，原来它是它的 meme coin，OK，I get it。然后在币安上也是一如往常，就是你投入 BNB 跟 FDUSD 就可以挖这个 Notcoin。我们会把相关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挖一下这个币。那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然后另一个是 OKX 有这个 Cryptopedia 的第17期啊，这个是前阵子币圈社群非常非常火热的 Altaverse， 就是电阳的那个项目，他们也要发币了。
好，666万颗 Ultiverse 的币，你可以直接在 OKX 的 Web3 钱包这一边，找到这个 Cryptopedia， 你就可以来解它的任务，验证连接你的钱包，关注他的账号，加入 DC， 然后访问他的网站，你就可以参与瓜分600多万颗 Ultiverse 代币，你不用花钱就可以瓜分这个东西，所以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啊。有兴趣的朋友这个礼拜可以参与一下。然后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大额解锁，这个礼拜有2只币有很大额的大额解锁，一个是这个 STRKB 台北时间礼拜3的早上8点。有高达8.7%， 8000多万美元的大额解锁 STRK， 哇，超多，超级多，还有更多的。看到也有点怕怕。AEVOB 台北时间下午4点，它有高达757%的大额解锁，就是现在市值才多少，然后它有7倍的币要流出来，1.06个 billion， 也就是说有10亿美金，这个真的假的？他没有写错，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太夸张了这个是今天，然后这个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潜在的砸盘事件啊。那所以如果你是持有 AEVOB 的同学，一定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段。那当然也不是说大额解锁就100%会在那个时间跌，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资讯嘛，就可能有时候反而这个时候还会是一个好的买入的情况。但这么多我也不敢碰。对，但是问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好消息可能是坏消息，相反大家都知道的坏消息有可能是好消息，只是这个消息有点坏的夸张。对，所以大家还是谨慎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如果是 AEVO 的投资朋友，那这个礼拜币圈投资人一定要关注的一个时间，就是5月15号的这个台北时间的晚上8点半，美国的通膨率会公布。就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币价的波动跟总体经济，无论是股市啊哪个市场，几乎就是美国到底什么时候降息。那美国降息不降息，他们看的核心的数据最重要的就是通膨率啦。最新的一期的通膨率会在礼拜3的台北时间晚上8点就会公布。目前的 YOY 预测值是3.5%，然后核心通膨率的预测值是3.7%。如果说这个通膨率是比预期来的高，那降息可能就会更久以后。如果开出来的这个通膨率是比预期来的低，那可能降息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目标是降息通膨率要压到2以内嘛。那现在预期这个通膨率是3.7、3.5，如果开出来距离2还是太远的话，可能甚至就像有些人说的，可能今年甚至都不会降息。但如果它比较接近2，就至少说比预期来的低的话，那可能就是目前更主流预测是说，可能9月到11月就会出现第一次的降息。对啊，一般也是觉得这几个月可能也是不会降嘛，所以可能这几个月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向下波动嘛。但无论如何，我想这个时间点的市价的波动，但长期一定还是会降息嘛，我觉得。对，还是这个总统大选的话，他一定不会让这个经济太差的环境。对的，有太多的理由希望他降息了啦。就无论是自己的散户投资人，或者是总统跟政策端，但总之这个时间点的币价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其实我们来让 Desmond C 叉他的 NFT 项目之前，我讲一下我们台中场的2个课程啊，5月18号。有我的这个最入门的基础的课程，在这个高铁三铁共构的一个场，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完全免费，这个只要有报名到的话都可以上。台中的朋友或者是中部的朋友可以把握一下这一场。那以及呢，这个如果你是比较已经了解币圈了，你想要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投资，可以上这个呢喃猫的这一场，也是完全免费。5月15号的我们是晚上7点的时段。同一个地点，那我会把这个报名的网址就是放在这边。呢喃猫是这个下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首席讲师之一，刘伟老师会来这边分享股市投资人是如何去投资币圈的。好，那我们这个正式讲完了，我们现在来聊聊 Desmond 为什么重仓的一个这个想法，他已经 C 超我超久了，来你来讲吧。好，那其实这个项目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 GameFi 的项目，然后呢，可能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可能它还是游戏的这个开发商，同时也是一个投资人，也是一个发行商这样。OK，Exterior 嘛，这个怎么念？对 ，Exterior，OK。那其实它上面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 partner games 了，其实你看到上面已经有。不管是赛车啊，还是一些设计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游戏，其实都在上面了。然后呢，可能它也有上一个自己的 first party games， 就是 Age of Dino、Overworld 跟这个 Palio 吧。现在，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的 bullish 呢？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个牛市是一个铺无接盘的牛市，所以我感觉是在这个项目还没发币的时候就埋伏一下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策略。它是一个有点像 Steam 的游戏平台，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上面其他人可以把自己的游戏放上来，然后他们有自己的 first party， 应该就是他们自己营运的游戏放上来，然后你就可以玩，是吗？对啊，一个 Web3 游戏。GameFi 可能就未来一定是一个
大方向嘛，因为你看币安投资了这么多 GameFi 的项目，而且我感觉 Meme 跟 GameFi 是最有机会是冲出这个圈子的，因为你要大规模普及的话，可能游戏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但其实，在以前 GameFi 就很多游戏其实是不能玩的，可能它只是一些网页的游戏，或者是它的 tokenomics 是很 Ponzi 的，就一个上螺旋的模式，就是很多像 Step N 啊或者 Axie Infinity， 可能就很快它的币价就顶不住了。但其实现在我可以看到很多区块链游戏，它的不管是它的游玩性还是这个画面，其实它都越来越好，就是真的可以玩，跟这些 Web2 游戏是差不多的。可能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这样。在熊市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有45个 million 的融资，然后呢，在这个 Binance Snap 在2023年的时候再投了15个 million，就1500万美金。OK。那可以看到，其实Binance是很小就投资这么多的资金去一个项目的，而且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是2023年的7月，对，就那个时候其实很多 VC 都是不敢去投资的，或者是你去一些项目去找一些 VC 去融资，跟现在的大环境是完全不同。现在可能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融到钱，因为他们已经开始 FOMO 了嘛。对。但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小心一点，就是不敢投太多的。所以其实看到Binance其实也是蛮 bullish on 这个项目的。OK， 那你刚才还跟我提到说，他的这个核心的团队是不是也是挺有料的？这个董瑞豹啊。对，就是他的 CEO 就是这个 Michael Tong， 其实他自己在游戏方面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因为呢他是网易的这个前董事，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网易呢，其实可以看到它过去20年这个股价，其实呢已经涨了差不多几百倍，在 Web2 的世界也能涨几百倍。你想想有多夸张？如果是在 Web3 的世界，那能多期待它的股价？而且呢，其实现在我感觉就是很多游戏的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一些外面的玩家是真的去玩这个游戏，可能他只是用这个 tokenomics 去包装这个游戏，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玩。但是这个团队可能他们原本呢就已经有很多就是游戏是已经非常的成功了。其实你知道我最怕是什么吗？因为如果是投这个项目的话，最怕就是那个 founder，他很缺钱，然后呢你就要接他的盘，然后可能他一上他的代币，他就满脑子也是想着怎么去 exit。当你看到他背景，就会觉得，因为他 NetEase 他可能本身已经是几百亿美元估值的一个公司，他肯定是已经不缺钱了，因为很少我看到有一些项目是有一些老板或者是董事等级的人去真的去做这个行业，是真的驾驭这个 Web3 行业，所以我感觉可能它的格局是会很不同的。明白，他不像一些可能新的年轻人的创业家，他有可能想法很好，但是一赚到钱就立刻跑。如果我现在想要参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就现在想参与的话，可能就要参加他的活动。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 SocialFi 的 campaign， 就可能你可以先注册，然后去 connect 你的 Discord 啊、Twitter 等等的，然后做一些任务，或者是 like 他的 post 啊，或者是持有他的 NFT 啊，或者是玩他的游戏，因为可能他现在像这个恐龙纪元的游戏呢，可能已经能在这个 TestFlight 上面去下载，然后去玩。那如果你去玩游戏啊，或者是你持有它一些 NFT 系列的话，可能之后也会有空投。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到他这个网页上去解他的这些任务了。但也有风险啊，他没有说这个 NFT 一定有这个 extra 的空投。当你持有这个 NFT 呢，可能你参与他的任务或者是其他的活动呢，是有特别的加成，或者是可能还是要花一些功夫去参加他的活动才有。或者是呢，其实这个 NFT 呢，因为我发现呢，可能他们没有去操控它的价格啊。那所以呢，如果是没人买的话，可能它的价格就不会有很大的波动了，或者是可能它会慢慢跌。那你可能要比较长期的持有，等它发币的话，可能才会有比较好的回报。你不要想你一买你就涨10倍，是不可能的，就可能要多等一段时间这样。明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做实事的这个网页平台，然后它有币安的投资，然后它的创办人是这个大老板真的投入 Web3 的少数的案例。然后参与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去解他的任务，或者直接持有他相关游戏的 NFT。它的 NFT 其实蛮贵的，你看这个地板是1.2，然后这个地板是0.3，然后可能会有空投，他没发币。对啊。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 Desmond 他重仓，我问一下你重仓多少？这个可以公布吗？
几十个啊，几十个 NFT。几十个什么？几十个这个头像的吗？对啊，几十个。所以他投了几十 ETH 啊，就是一只以前的 BAYC 的持仓量。以前 BAYC 也亏了很多嘛。所以再投入这边，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下一个 BAYC。但还好，因为之前就是 BAYC 就是发币之后我才买嘛，看它跌了很多，就买。但原来呢，跌了很多之后还可以跌很多，还可以再继续跌很多。所以这次还是在发币前买，就可能安慰一点。懂意思，趁它发币之前买。这样就可能它发币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涨。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买 NFT 也是这样啊，像 Mocaverse 或者是像 Electric Ship， 就刚才的电阳，就很多人也是想可能他会发币，确实去投资他的 NFT 吧。所以前阵子那个电阳很夯，就是因为他要发币嘛，然后电阳确实现在要发币了。这个 Exterior 还没有说要发币，所以可能是早期想要布局的一个机会。他其实好久以前就跟我讲这个项目了，你那时候跟我讲多少？1.7，我那时候没买。对啊，当然那个时候我就说他不会一直突然荡上去嘛。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并不是说他如果喊到他就立刻涨，但是一定是你了解到说这个项目它的背景是不是真的可能会做事情，他的投资人是不是真的会帮助到他，然后看长期的，就并不是说他现在涨1.2，明天看到就有1.3，好，波动还是会有。还要比较久，我感觉，因为我感觉就没有这么快会发币啊。确实。好，所以以上就是 Desmond 的重仓项目分享。我觉得这样讲其实还蛮不错。就如果币圈周报不一定是每一期可能找一个人，但是因为我跟大家分享的可能都是我看的东西。那如果你连续看几个礼拜，其实我喜欢的就是那些东西。看不了这么多东西。对，可是如果像现在我可以跟你聊，然后你就可以介绍一个你看好的项目。假如下礼拜我跟谁聊，然后介绍一个他看好的项目，说不定也不错。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币圈周报模式，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然后其实这个礼拜的周报新闻，我也算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吧，像是我们一开始直接介绍一个 DWF 的消息，它其实跟一般的散户的关系是不接近的。我通常都是会先用一个比特币又怎么样了的消息，以太坊又怎么样的消息，来让最多数人最投资的这两个币去了解到嘛。但这次算是比较是行业里面就是比较深层一点的东西吧。对，所以我觉得有观众朋友可以告诉我留言告诉我说，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你也喜欢的，还是说你比较想要就是总经大的项目，大家有在投的，或是你比较主要想要在这样子系列影片里面听到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就是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反馈啦。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对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 Desmond 他现在没有在发影片了，你现在如果要看你的内容去哪里看？可以在 Twitter 上面看啊，可能我也会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新闻啊，可能会发一些我自己的看法，看有什么项目这样。好，可以追踪 Desmond 的 Twitter。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peace，拜。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